这不很简单吗？啊，换了新东家，你照样可以做技师，做你的经理嘛。啊，好了，明天下午我来取钱。明天？上百个股东，明天来不及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挨个摇直线。你们电话不够用，我给你们推电台。还得找有实力的商家接手，这根本就是来不及的。你们不用找，商家早就给你们找好了。像什么这个英国的普美蒙公司啊，日本的三井会社呀，还有长卢的盐商，个个对你们都感兴趣。要是股东们不同意呢？那我们就炸场、杀人，总之不能让南京方面入股这里。走。范先生，让您受惊了。走。孩子，好了，孩子，好了，不哭，啊，不哭。旭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教授，怎么样了？这南京和丰系谈判刚刚结束，这宋部长说他可以出钱，但是绝对不会为了一个永久皇出面做任何政治交涉。这个时候，张作霖凭什么跳出来收税啊？毕竟张作霖是掌控了最后一届北洋政府，他这时候出来追讨盐税，这表面上是无理，但也不完全事出无名。如果这时候我们资金能够提早进来，这样子南京就有充分理由说是为了保护自己产业，这样局面就大不相同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赶紧想办法呀！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无论怎么说，这个回合我们赢了。这话我听了很多次，没有正式接受永久皇之前，我不想再听了。菲利普先生，总裁来了。总裁，您怎么来了？都闹成这个样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我就一句话，不管你怎么做，如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还不能打垮永久皇，你就不再是永动地区的总经理了。您放心，明天一定会有结果。既然股东们同意卖场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也只有这样了。现在把范先生救出来是最重要的事。还敢到这儿来？亏得范先生还把你当朋友。谁呀？没有事。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们，想不想救徐东军？想不想保住永久皇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与徐东军之间有默契。你们上次复工的50万资金是我给的，所以你们必须相信我。陈立信要的是海王星，只要你们给他大幅度增股，说不定就会给你们周转资金。不，他绝对不会帮我们的。到时候竞价，哼，他呀还可以买场。竞价是奉系在后面主持，他心里也不踏实，还不如名正言顺的借钱给你们入股，他也会落个心安理得。光靠这个道理说服他，太难了。再难，你们应该去试一试。商战了这么久，他也耗得差不多了，恐怕一个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我与陈立新谈过，他会说服10大盐商，把这笔钱给你们凑出来。有什么疑问吗？
被绑架了，我们还真难得这么清静的在一起说说话。旭东，就算不为我想，为孩子想想，是回湖南也好，是去上海也好，我们不做出头鸟了，我们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不比这动荡的日子强吗？我这辈子恐怕很难安稳了。要是塘沽真的没了，我会再找一个地方重建新塘沽。等这事儿过了，你们还是赶快去美国吧。我欠你们的，只有下辈子才还。陈老板，您跟着部内门依靠凤喜强卖酒大，凤喜要是彻底垮台了，您合不合法？就算是合法，您又合不合理？这将来工人和技师们会不会跟您合作？股东们会不会跟您打官司？这些您有想过吗？实不相瞒，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骑虎难下呀。你们替永久皇出钱打发走凤喜的人，你们的钱全部算作在九大的股金，这样您在九大一样是增了股，而且是你情我愿、踏踏实实的入资，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样我能增多少股？不是一家独大，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股东。宋子文的1000万银养，虎视眈眈，早就等着入股九大。这事儿您不是不知道，现在是让凤喜给拦住了，可凤喜能拦他一辈子吗？今天张作霖随便找了一个延税的由头，就把塘沽闹得是鸡犬不宁。有朝一日南京统一了全国，您这不清不楚的买卖，于情于理，您站了哪一头啊？蒋介石他能容得了您吗？可你别忘了，张作霖还有几十万大军在关外呢。10年前袁世凯一手遮天的时候，您上他的船还情有愧。现在张作霖都已经溃不成军了，您说您怎么还这么糊涂？我宁愿将来跟蒋介石掰腕子，现在也要把九大全盘接管过来。喂，宇多先生不在，我是福田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陈老板，您这是意气用事的话，我觉得您现在最担心的其实是英国本能公司。宇多先生，你就不说句话吗？我今天能和永久皇的人一起来，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3个月前，范旭东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我，部内门公司赢了，他是一家独大，他收拾完永久皇就会来对付我们，而我们赢了，那就是3分天下。只要把奉系的人打发走了，我们联起手来，部内门就挺不住了。开门！来了，穷寇啊，穷寇！哎呀！我说日本爷，都深夜了，您还来干嘛？我有急事儿。有嘛急事儿啊？哎呀，你让我进去。陈老板，天快亮了，我们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，没时间了。
慢点，慢点！于多先生，于多先生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张作霖在黄姑屯被炸死了！嘛玩意儿，炸死了！怎么样，各位，都办妥当了吧？李军长，我们都知道张大帅在丰田出了事儿，还请李军长尽快组织交个永久换。至于钱，我们三家都准备好了，郑老板，对不对？菲利普先生，我的钱是准备好了，但不是用来收购九大的。李军长，永久黄所欠53万盐税，由我们长芦10大垒商代付。郑立新，你李军长，永久黄还是我们商人的，没有落在南京方面手里。这盐税我们也付了，您没有理由再难为我们。李军长，你们分析拿了我们部门的钱，你对我有承诺，你说了要查账。报告。少帅几点？要不是密电，就在这念。少帅通电全国，不碍全国南北统一，电令丰系所有军队立刻撤出关外，让你火速回丰田。对，菲利普先生，你说的没错啊。这个我呢是拿了你们一些钱，可是你也知道那笔钱它也是盐税，是吧？恕在下无能，不能再帮你们啊。马上把范先生放了，撤军。李军长，你不能这样！尼克逊先生，你要是觉得这场商战还不过瘾，我们永久黄和长芦盐商愿意奉陪到底。行了，重整定价，以后我们参加和平谈判。中国市场你们占55%，于多先生，日本市场也一样。具体的细节我们慢慢谈。沈先生，我们还有一个情况。不用回公司吧，先回英国总公司吧。交通的事儿交给查尔斯。克己复礼为仁，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一日克己复礼。范旭东又度过一劫，他可以用头脑和勇气与他的对手周旋，可是面对赤裸裸的枪口刺刀，却毫无办法。永久黄越是强大，他面临的对手也越是可怕。繁荣景象的背后，是一群已经露出獠牙的恶狼，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菲利普先生，听说你要回英国了，我来送你。黄先生还要赶过来，马五良去再接恨吗？你误会了，我真的是来送你的。
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我来中国快20年了，总仔没有来送我 ，Charles 也没有来，没想到你会来送我。我还记着16年前咱们俩在一起吃的那顿饭，满桌子的菜啊，你是一筷子都没动。你想，我应该送你个什么礼物呢？还是送你一双中国的筷子吧。看来你是想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顿饭。我们永久黄是你用鞭子抽打的，没有你我们强不了。我真心希望咱们今后能做朋友。我是打心里佩服你。中国很有坚有，你做算是差一步了，你是注定要做成的。借你的吉言，快10几年了，你白手起家，先是赢了陈立新，然后赢了我。一个是商人，一个是洋人，都算不得什么。你下一个对手，要么是贵国政府，要么就是日本。你是说宇多军？我说的是宇多，也是不是宇多，是日本的。总之，你不放弃你事业救国的理想，越保护你的对手越可怕。总有一天会可怕到你招架不了，迟早你会亲眼看到你70年的心血轰的一声都倒下。你的话我记住了，在你面前我从来没有对过，希望我这一次也遇到错了。我真心希望你成功，你的理想能成。再见吧，一路无碍。再见吧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我是想问你，想清楚没？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取消婚约。我是反复无常的人吗？我是说，永久黄现在已经不缺钱了，你不用再担心我帮着宋子文先生抢滩入股。你错了，我是要你帮着宋先生入股9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错吧？范旭东现在已经熬过来了，永久黄现在是东亚第1大厂。你终于开始接受我的观点了，我好欣慰，我真的好欣慰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高处不胜寒呐，父亲，想什么呢？我就是因为看透官场才投身实业的，这您知道。可现在越往后做，就有越多的人告诉我，除了投靠关谷，永久黄没有第2条路可走。我躲了16年，现在又等于绕了一大圈，又回来了。旭东啊，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带领这帮书生继续走下去。正是因为他们，我一个人无所谓，我输得起。可永久黄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输，对吧？居安思危是对的，但是现在永久黄在全世界都叫得响了，何必太杞人忧天呢？啊！哎，咱们永利稳住了，这杨戬
每年从进口108万担，你降到了45万担。每年国人为此就节省了2000多万银元，不是吗？印染、化肥、纺织、洗涤，好几十个行业再用不着完全依赖洋人了。就这一件，也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！科研独立、经营自由、反馈社会，你都做到了，万事都是可为的。奉军这次绑票，范旭东一家死里逃生，我算是彻底想明白了。什么救国救民，什么永久皇的出路，这些都不重要，也不是范旭东一个人能做到的，更不是许父和孩子们该承受的。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树庄，你要尽快促成宋先生入股9大的事儿。就算是伤透了范旭东的心，我们也得这样做。现在永久皇越是强大，我心里就越害怕，不知道以后谁还会打他的主意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，什么都不怕。可是，现在，傅先生，你还愿意帮我吗？我把你从袁世凯财政部拉出来搞实业，我怎么能不帮助你呀？那您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以前呐，我们是见招拆招，以后不行了。你要是打定了主意，我们呢就提前布局，做长远的打算。那怎么布局呢？你是永久皇的董事长，布局的事情就由我来办，不要把你牵扯进来。那您到底要怎么做？以后啊，对于我的话，你要反着听。反着听？我没听懂您说的意思。以后会明白的。我呢，不是永久皇的人了，事情就由我来办吧。你哥哥走了，好在呢，还有我这把老骨头，我们一块儿往前冲，冲到哪儿算哪儿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以后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反着听。中啊，我就把紫英交给你了啊！放心吧，傅先生，我会好好爱她的。哎，怎么还叫傅先生啊？这是什么姑爷呀？快叫爸爸！爸爸，哎。你说这范旭东怎么没来呀？刚刚还在这儿的。下面请我们的新郎伊书忠先生给我们讲2句话，大家欢迎。好吧，那我就说2句。虽然我离开这里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，但是在我心里面，我早就把永久皇当成我的家。子英就更不消说了，他把他16年的青春都交给了堂姑，所以这里就是他的娘家。
我和子英说过，我们的婚礼可以不求忠，不求洋，不求规矩，更不敢求奢华。我们只求和永久皇的同仁们在一起，好好热闹一场。我遗书中，我知道我以前在这里，我得罪过你们很多人，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，看不起我，但是在我心里面，我真的是爱着你们大家的，永远是装着永久皇。虽然我离开这里5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，真的，我一刻也不敢忘。易先生，当年跟你作对最多的是我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也不喜欢你。但就凭你刚才那几句话，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。我真心的祝福你，婚姻愉快。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什么？让我们听易先生说一说他和子英是怎么谈恋爱的，好不好？诸位，所以我将来，我要是做了什么逼不得已的事，这都是为了永久皇的出路。过2天，我子英和傅先生，不，和爸爸，就要到南方去了。后会有期。易先生，以前你照应过我，傅小姐也待我好，你们又要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。这份彩礼你们收着，你们别嫌少。不嫌少，谢谢小毛，我们收着啊。祝福你们。谢谢。哎呀，我来晚了。哎呀，各位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书中、子英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我是特意去给你们俩置办贺礼去了。能猜得出来，我带来的礼物是什么？子英他一定能够猜得到。延平王郑成功的宝刀，这算是我送给你们俩的新婚贺礼吧。这把宝刀是当年子英鼓励我的时候送给我的。当时我们俩就发誓，一定要把洋货赶出中国。后来，我们俩在一起，那什么，书中，我知道你特意把自己的婚礼安排在永久皇的心意，你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儿，我知道。那今后需要帮衬的时候，希望你还回来。永久皇永远是你的娘家。谢谢。这份贺礼啊，我们是一定会收下的，至少目标是一致的。对。哎，怎么突然冷清了？啊？为什么都不说话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了咱们永历能够站稳脚跟，为了书中和子英他们俩的新婚大喜。听着范旭东毫无营养的话语，徐父心里也是一阵难受。16年的朝夕相处，范旭东和傅子英之间怎么可能没有情感？他知道范旭东是把这份爱埋藏在心里的最底了，而且不会生根发芽。他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不理智的旁观者，这样他就可以大闹婚礼，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为这对苦命的鸳鸯闹出一个结果。可是他做不到。
而且谁也不会去这么做的。不管是因为什么，咱们今天也要好好热闹热闹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是啊，都别愣着嘛。来，侯先生，您弹琴，我伴奏。叔叔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谢谢。恭喜你们，用我们的美语 ，Congratulations！ 谢谢。祝贺，恭喜你。叔叔，子英，我们俩，我和曲阜，祝你们白头到老，幸福美满。谢谢。还有，早生贵子，让傅先生早日抱到孙子。对，谢谢。我能看得出来，傅小姐心里有范先生，范先生心里也有傅小姐。这话你可别胡说，范太太多好人呢。再说现在不同了，傅小姐都嫁给一先生。可我看出来了，她心里有疙瘩，她嫁得不称心。女人这辈子图什么呀？不就图嫁个称心吗？跟了范先生这么多年，女人真苦。雅芝，你心里还是有范先生的，对吗？又少了一块营养，可不能有人再办红白喜事了。怎么？赢了补内门就忘了我了？庆功酒为什么不叫一起喝？什么庆功酒啊？人们都在议论，说我们永久皇下一个商战的对手该是谁？你说呢？哎呀，本来想找你说些愉快的话，这下好，又让你把气氛搞沉。其实也无所谓，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这世上就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。可我们是永远的朋友。这话不能光用嘴说，得看你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么想。于多君，你是三井中国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是永久皇的董事长，咱们之间如果能规规矩矩地搞实业、做贸易，天下太平不敢说，起码永久皇和三井能够共存共荣吧。你太理想主义了，不过这正是你的可爱之处。但是作为老朋友、老同学，我必须忠告你：你如果坚持拒绝三井入股永久皇，那你就要给自己找个靠山。我从来不当奴才，必须找，而且要找大靠山。然后
然后带着媳妇和孩子们一起走。去哪儿？美国、欧洲，随便哪，只要你离开中国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中国。塘沽和长芦就是我的命。可它更是造币机，更是金库。你的检查注定会引来多少贪婪的目光？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往北方看，自从我大日本帝国赢了日俄战争以后，在东北地区已经移民了数10万人。半年、1年，最多3年，谁也难以预料将来会发生多大的事情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你范旭东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扛不住。你今天到底要说什么？话，我只能说到这里。我希望你认真的考虑一下我刚才跟你说的话。告辞。易先生，关元博，关先生，久违了，易先生。想想当年呀，我带着陈先生和他那个不成熟的质检技术去九大，给你们添了大麻烦。至今想想啊，还历历在目啊。念往事，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嘛。这么巧，在这里碰到你。好，东北那边呀，快要沦陷了。可是委员长呢，又要剿共，但是钱袋子。碰巧呢，我认识一些江浙财团的人，在事业部啊谋了个参议的虚衔，所以今天就这么说，你也是来开会的，见英国人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英国伯内蒙公司和德国爱奇公司愿意与贵国政府合作，我们出资金，出技术。你们出政策，出土地，我们一起办一个大型硫酸压厂。易先生，你是化工专家，你说说。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，贾斯先生，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？易先生，你以前是永久皇的人，可是现在是政府的人，眼下你们的国家在打仗，没有酸。你们怎么赢得了这场战争啊？既然你也知道中国有永久黄，有东亚最好的化工基地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与你们合作？没有我们，你们3年5再也成不了。而在战场上，你们的士兵在流血，你们的国土要沦丧。急不得，急不得的，贾尔斯先生，这是个大事，需从长计议。这样吧，我和易先生商量点事情，你请稍后。易先生，真的拒绝他们了？他说的没错，眼下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啊！既然是生死存亡关头，我们又怎么可以与洋人合作？他可以和我们做交易，难道不会和日本做交易？那我们不是与虎谋皮吗？就算是不与英商德商合作，现在做算也是迫在眉睫，必须立即动手来做的。我看这样子吧，我立刻通知宋先生，你也尽快和孔祥熙部长商量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，用南京政府名义成立治权筹备委员会，让永久皇来挑这个担子。也好，哈尔边沦陷了，
我看锦州也快保不住了。不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东北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就不抵抗？这刚2个月，东三省就快丢光了。这不是张学良不抵抗，这是南京不抵抗。他们现在正忙着呢，哼，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剿共，正忙的是不亦乐乎啊！你说这筹建批文报了快1年了啊！哎，你就在共生不财政，我就这么拽。德国化学家瓦尔德说过，这谁掌握了酸，谁就掌握了战争胜利。这都兵临城下了，他们怎么就不着急呢？ 2个月前不着急，现在他们还能不着急吗？